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俄乌战场有一个最新的进度，才刚关心完没落幕多久的这一场川习会，表面上看起来确实这一次很平静，但是真正的戏我们今天要看到，它其实是藏在这个细节当中。因为这一次川普话说的非常的直白，但是我们要来特别解读一下是什么意思。他现在特别提到说，我们呢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个进展，而且接近程度是高达了95%。并且他转述和普丁的通话，还盛赞说这个普丁对乌克兰真的是非常的慷慨。那站在旁边的泽伦斯基在这个时候他露出了一抹的冷笑。当然了，川普他赞美普丁，还说呢，普丁可以提供低价的能源跟物资的供应。但是泽伦斯基心里面或许就在冷笑，认为说，乌克兰你是不是成为被交易的一个标的了呢？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拉一点，其实在这一场川泽会之前，川普已经先和普丁通了电话，而且在通了电话之后，我们就看到克里姆林宫跟俄方都有许多的这个评论。克里姆林宫是这样说的：俄美一致都认为了暂时停火是只会延长战争的。俄方也直接点名了你乌克兰，这个时候赶快做出勇敢的决定吧，从顿巴斯赶快的撤军来结束这一场战争吧。所以特别要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从这一次双普的通话到这一场会面，川普的态度是不是已经表明得非常的清楚了？泽伦斯基的冷笑又代表什么？委员怎么看？泽伦斯基的冷笑是在笑说，普丁真的对乌克兰很慷慨吗？他当然这个冷笑是苦笑。其实重点不在他们怎么谈话，也不在怎么通电话，而是什么？双方面的武力在战场上决定的结果。如果今天你这个普丁的军队没有打下很大片的土地，这个川普会找你谈判吗？不会啊。而川普最担心的是什么？乌克兰被打残啦，乌克兰被打挂啦，到时候欧洲即使想要把乌克兰作为一个中立缓冲区，也没那个本事啊。所以对于这个川普来讲，他希望达成几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能够跟俄罗斯的关系和缓，因为美国没有能力同时应付中国跟俄罗斯，所以至少美国不要跟俄罗斯翻脸得太离谱，那全心全力的对付中国。那这个是目前川普的一个想法。你别看川普对习近平笑嘻嘻的那叫笑里藏刀。那未来会怎么发展不确定要看明年再说。但是普丁有很慷慨的答应，我也很好奇他到底慷慨哪一部分对，是对于扎波罗热发电厂啦，还对于乌东的矿产的开矿权啦，还是对于领土部分有所退让？这个目前以俄罗斯所要摆的军力，说有70万人，70万人是不够打哈尔科夫的，也不够打敖德萨的，所以他不够占领敖德萨跟哈尔科夫。他大概只想要守住这个什么顿巴斯地区跟克里米亚地区嘛，还有扎波罗热跟赫尔松一部分而已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川普当然觉得，你很慷慨对不对？你占了土地，你很多也要让出来。那乌克兰也让出了一部分顿巴斯地区的土地，这是个好生意。因为对川普来讲，那是你拜登惹了事，我在后面收拾善后，你这个泽伦斯基只好看开一点那你不要以为说有的欧洲国家支持你就有本事打下去，基本上是没有。因为这场战争太特别了，它有高科技战争，有最传统的战争。因为好久没有看到那种壕沟战、堡垒战。一战之后就没有，一战就没有，二战都没有壕沟战。对，那怎么跑来呢？那二战里面的机动战，对不起，这次都没看到因为出现了无人机，改变了整个战争，而且无人机越用越先进那已经那个什么卫星通信已经不是问题了，还用到了 AI， 那简直实在是这个，包括乌克兰也好，包括俄罗斯也好，都已经把中国大陆能够做无人机的零组件，大概都已经整个刮光了。所以有一个台商来做类似的零组件，他说再打下去他工厂连农历春节都没办法放假了，为什么？订单一直来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只好开2条生产线，这一条专门供应俄罗斯，那一条专门供应乌克兰的。我说，
你到底站哪一边？他说我站中间，站前那一边的，站前那一边。说他今年已经赚到不晓得自己姓什么了。我说他真的很夸张，说无人机的消耗量啊，就跟炮弹一样啊，比炮弹还密集啊，对，都当做消费品这样在撒。所以两个国家大概以目前的打法的话，死亡率会慢慢下降，也没什么人可以死的，但是死的都是无人机啊，所以乌克兰也没有什么太多实力打下去了，因为我要台上朋友说，乌克兰的订单是有在递减的迹象，好吧，那我们就早点结束吧，这一场闹剧就该结束了，这一场战争是根本不应该打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谈判的进度到哪里，其实也跟目前的战场的现况有关。那川普其实他现在也承认说，现在手上他觉得2个地方是最棘手的，当然这2个地方也同样是俄罗斯最不愿意放手的地方。现在我们要谈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顿巴斯。为什么普丁一定要这个地方？它有几个要点，它是俄语的人口核心区、工业能源的军事走廊，跟连接克里米亚，还有它是俄国本土的战略纵深。所以它对于俄罗斯到底有多重要？舰长。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顿巴斯地区，其实就是卢甘斯克跟顿内茨克2个地方。其实卢甘斯克打下来的百分比比较高啊，那顿内茨克大概只打下来70%几。我们一直讲到的这一个之前啊提到的这个红军城就在这个位置。是。那为什么俄罗斯非要不可？因为这个也就是当初从克里米亚那个变成俄罗斯之后，那其实这个乌克兰所建造的这一个堡垒城市，那如果说现在没有拿下堡垒城市的话，随时战争它还会开打的。那这个开打呢，那对于俄罗斯来讲，其实或者是对于普丁来讲，都是不可以承受之重啊。那至于说呢，这2个地区也恰恰好是我们讲到整个乌克兰，无论是工业或者是矿产的重镇。那当然，那有关于工业的部分，那俄罗斯当然是想要啊。那对于矿产的部分，那也就是未来如果在俄罗斯的手上的时候，俄罗斯就开始可以有筹码跟川普好好的谈一谈，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川普手上虽然有乌克兰的这个矿产协议，可是你要进去开矿啊，你进去开矿要怎么样跟普丁做一个交易？那个就是我们看到川普的这一个交易的艺术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筹码。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顿巴斯地区其实就是筹码的部分啊。那如果说我们讲到说，对于东欧来讲啊，东欧现在最担心的，也就是他们认为俄罗斯在处理完乌克兰之后，就会来应对东欧。其实这都是想太多，加上这个认知作战。为什么？如果他没有跨越整个乌克兰全境的话，难道他要从白俄罗斯过去吗？难道他要怎么样过去？从海上直接进入到罗马尼亚吗？所以这一些都只是这个无论是北约或者是东欧国家，其实他们不断的想要提高这一个国防预算，想要让它可以具有它的一个价值，那它可以说得出口，可以跟他的人民交代最重要的原因。是好，这个是川普担心的第一个比较具有争议点的地方是顿巴斯，第2个地方则是扎波罗热的核电厂，现在就在谈说到时候谁来主导，归属于谁，包括了美国、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有各自的想法。美国认为说呢，那干脆未来就是3方共管好了，那美国来做主导。那乌克兰认为说是美乌共用，没关系，你美国拿走50%的发电量。但俄罗斯则是认为说应该要美俄共用吧，那这个核电拿来可以一起挖这个比特币。媒体分析呢，这个双普这一次的交易本质，他们认为是叫做新雅尔达协议。宽哥怎么看？雅尔达协议是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包括了罗斯福、丘吉尔跟史达林一起在克里米亚开的一个会。开的会当中呢，各位，德国被分成东德跟西德，这个大家都记得吧？其实那时候包括了中国，包括了整个西太平洋，也全部大家就直接分赃掉了。后面才有刚才北方四岛，日本北方四岛的，为什么呢？北方四岛本来是日本的，后来在2战之后放弃了，旧金山合约放弃了。那我们现在来快速的讲一下哈。
俄罗斯乌克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面积60万平方公里，但是它从中间切一刀之后，它东西双方刚好有各自的特色。它重要的工业区全部在东边，过去是俄国扶持的。各位别忘了哈，为什么苏联15个联议国当中的话，会从俄罗斯会分成3个呢？当初就是史达林要联合国的投票权嘛，所以他硬把它分成俄罗斯、白俄罗斯跟乌克兰。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历史渊源太久了，但值钱的在哪边？值钱的在乌东、乌西那么广大的地方，各位那个叫做黑海粮仓，全世界只有3个黑色粮仓。中国东北黑色粮仓，密西西比河黑色粮仓，乌克兰，所以它产了非常多的粮食。可是各位，粮食产值不高啊。真正高的是什么？真正高的是未来是那些稀土嘛，真正高的是那些特别的矿产嘛，还有扎波罗热的电。扎波罗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哦。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全世界最大的核电厂阵列就在扎波罗热。扎波罗热有一条河通过，那各位都晓得，因为很担心核子电厂会产生核融合变化，所以旁边一定要有个非常大的水，要么就在河边，要么就在海边，这个是过去一贯的惯例。可是各位，扎波罗热它是6座核电厂排在一起，同时有一个最高的高炉，所以一年各位产57亿度的电。不止如此，它旁边有非常多的煤炭。所以呢，它等于什么呢？它等于是中彩券啊！为什么中彩券呢？旁边还有一个火力发电厂，这个火力发电厂一年可以产的电，据传在80万度到90万度之间。所以那个地方呢，各位富到流油，流油到什么地步呢？一部分的波兰跟一部分德国的电是从这边运送过去的。好，那现在重点来了，大家现在为了这个地方争论不休。现在各位最尴尬的是谁？泽伦斯基嘛。泽伦斯基是总统。泽伦斯基是乌克兰的发言人，可是泽伦斯基在谈论这件事情当中的话，各位一点角色都没有，他好像是一个小弟一样，就美俄双方谈好了啊，这件事情我告诉你啦，啊，看你能不能够接受。如果他不能够接受，他就很生气；啊，能够接受，他就只能苦笑。可是现在很麻烦的一点是，第一个，川普他是一个实在主义者。什么叫实在主义者呢？川普看到那种能打的，各位他不客气啊。叙利亚，你看看最近怎么样？2个美国军人阵亡。